Hi，大家好，又係 Patrick 同大家講金同埋銀。特朗普喺美國大選勝出一事呢，我唔打算喺呢度講啦，因為呢，不論邊個做47屆嘅總統呢，我覺得呢並不重要嘅。我只關心黃金同白銀喎。喺大選結果落實之後呢，美匯指數呢就急升啦，咁黃金白銀呢就立即回落並跌穿重要嘅支持位。咁究竟黃金白銀仲會跌幾多呢？事不宜遲，現在請大家細心欣賞2024年11.2期嘅金銀周報。聯儲局喺禮拜四降息25個基點，鮑威爾表示聯儲局對經濟健康狀況感到良好，呢個表明咧聯儲局更願意喺未來小幅降息。降息公告提振咗投資者嘅情緒，政策制定者開始評選當選總統特朗普明年嘅就職時，可能會變得更加複雜嘅經濟格局。但投資者圍繞住特朗普交易嘅樂觀情緒，繼續助長強勁風險偏好嘅情緒。過去一個星期，美匯同埋三大股指升勢強勁，美匯指數升0.63，報104.93。道指升1936點，報43,988點；標指升267點，報5,995點；納指升104點，報19,286點；黃金跌52美元，報2,684美元；白銀跌2.16美元，報31.35美元。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報導稱，特朗普正在考慮現任聯儲局理事 Kelvin Walsh 同埋佢前政府首席經濟學家 Calvin Hassett 作為鮑威爾嘅潛在替代者。咁究竟鮑威爾會否被炒魷魚呢？美國聯儲局公布議息結果啦，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下調0.25厘，降至介乎4.5至4.75厘，符合市場嘅預期。呢次議息嘅聲明同上次減半厘嗰份有啲唔同。首先係刪除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對通脹可能持續地邁向2% 嘅政策目標有更大信心，似乎暗示冇更大嘅信心。原因可能係隨住特朗普將重新入主呢個白宮，外界亦都關注美國政局嘅變化對經濟前景、貨幣政策嘅走勢有啲咩影響。鮑威爾話大選結果短期內唔會影響聯儲局嘅政策決定嘅，又稱不會對政府舉動作出任何猜想或假設。有趣嘅係，鮑威爾表示，如果特朗普試圖罷免佢嘅話佢將拒絕提前離任，並指出喺任期結束前罷免佢或任何其他聯儲局理事喺法律上係不允許嘅。佢更說有好多因素會影響呢個經濟嘅，任何從事經濟預測嘅工作人都會話俾你聽，預測經濟喺短期之外嘅情況係非常困難嘅。佢表示唔知道任何政府政策變化對具體時間同埋內容，佢又唔知道呢啲政策對經濟影響如何。至於接住落嚟嘅經濟走勢嘅睇法佢繼續用模棱兩可嘅說法回應，重申勞動市場尚未完全穩定，正在非常緩慢咁樣降溫，又指失業率處於低位，但同1年前相比顯著上升嘅。聯儲局政策旨在維持勞動力市場嘅良好狀態，並持續控制呢個通脹。特朗普勝出總統選舉，共和黨已經控制參議院啦，佢哋有可能贏得眾議院多數議席添。消息傳出後黃金白銀紛紛走低，有人話呢個係由於債券殖利率同埋美元指數上升。其他人則關注特朗普削減財政赤字，從而降低通脹嘅計劃。另一方面，特朗普計劃削減所得稅同埋公司稅，以提振呢個經濟。但呢個會大幅增加呢個國債嘅。佢仲計劃大幅提高呢個進口關稅，呢個又將會引起呢個通脹添。但呢一切都係言之過早。我認為要眼見為實嘅。目前我最關心係乜嘢導致黃金白銀下跌究竟支持位將會喺邊度？我將會用白銀嚟說明一切。黃金價格喺10月30號見頂2802美元，白銀喺10月22號達到高峰35.07美元。
可能觸發佢哋下跌嘅因素有好多嘅，佢哋咧都同呢個人嘅行為同埋情緒有關嘅。黃金版日線圖同埋周線圖咧係完全相同嘅，而4小時嘅圖咧亦都如此，加上趨勢線嘅阻力。簡而言之咧，黃金版咧係極度超買喎，喺多個時間範圍內咧出現呢個負背離，故此黃金版調整係非常合理嘅。如果版或者黃金低點分別低於30.41美元同埋2571美元嘅話咧，咁樣上漲嘅趨勢咧就存在疑問啦。考慮到咧版最近峰值為32.02美元，並且使用5% 版跌幅嚟預測底部目標為30.41美元。同樣考慮黃金最近嘅峰值咧2707美元，同樣使用5% 黃金跌幅嚟預測底部為2571美元。首先咧，要多謝喺11.1期俾我1440個點讚嘅朋友。我再次希望咧喺呢集咧可以有1500個點讚，請大家支持喎。你嘅支持咧係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咧，請你訂閱，給我點讚並按下個鐘仔。請睇廣告並將呢集咧分享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隨住美國總統選舉確定特朗普當選第40屆總統，美匯咧立即上升啦。對於黃金同埋鈀嚟講咧，回調咧係難以避免嘅。但我咧可以肯定地講，金價咧將會喺未來4年上漲嘅。點解我肯定知道呢一點呢？因為特朗普咧冇提出管理美國失控嘅財政債務同埋赤字嘅提案喎，因此唯一計劃咧就係繼續走同一個路線，借錢啦、花錢咧，並希望咧呢個系統能夠無限期咁持續落去。問題係目前嘅系統咧不能也不會無限期繼續落去嘅，不斷增加債務同埋赤字，只能透過不斷增加美元供應嚟管理。債務嘅累積重量咧每年咧已達到近2兆美元，最終咧將拖垮呢個美元嘅。喺20世紀90年代購買400安士嘅金條咧所需嘅美元咧大約係12萬美元，現在又過咗25年啦，金價咧為2650美元每安士，現在咧需要大約106萬美元咧先至能夠購買相同嘅金條喎。咁樣發生咗咩變化呢？金條有變化嗎？冇喎，仍然係同樣嘅金條，改變嘅係美元購買力嘅下降喎。根據我嘅計算，自1971年以嚟咧，美元相對黃金嘅購買力咧已經下降咗98.7%啦。事實上，如果未來25年貶值率繼續保持同樣嘅速度嘅話咧，點解你唔認為同樣嘅金條到2050年咧會價值1000萬美元呢？根據聯邦政府勞工統計局嘅最新報告，10月美國更增加咗12萬個就業機會，呢個係近4年嚟咧最少嘅月度就業嘅增幅。此外，10月私人部門嘅就業總數量咧減少28000個，呢個係2020年以嚟咧最糟糕嘅就業報告，反映咗2022年以嚟咧就業增長總體下降嘅趨勢。喺呢個經濟體系中，佢都係由兼職嘅工作同埋納稅人資助嘅政府工作人員推動嘅。10月政府嘅工作崗位總數咧增加咗4萬個，呢個意味住咧，如果唔係巨額赤字支出支撐政府招聘嘅增長咧，喺過去1年裏邊咧，呢個趨勢咧係呈現增長嘅。以比例嚟講咧，1年嚟咧政府工作崗位嘅增長係私人部門工作崗位嘅1倍半。根據聯邦政府另一項嘅就業調查同埋家庭調查咧，10月份美國就業嘅工人總數咧較上個月下降368000人。報告中咧仲有其他嘅壞消息喎，臨時工咧繼續大幅下降。臨時工嘅總數目前咧處於10年嚟咧最低嘅水準，與去年同期相比咧，臨時工已經連續2年咧下降㗎啦。30多年嚟咧呢種情況只係發生喺經濟衰退期間嘅，呢一切都表明未來咧將轉向更多鴿派同埋更高價格嘅通脹。當然未來幾個月價格通脹可能會下降嘅，但係呢個並不係聯儲局嘅功勞喎，而係經濟衰退同埋需求崩潰嘅功勞。另一方面，考慮到過去4年發生嘅巨額貨幣通脹，上期我引述摩根大通總裁講，可能會同時陷入衰退同埋持續嘅通脹，然後我哋就會出現呢個滯脹。上一期有位長期支持嘅網友留言，佢話：你好，
記得有一期咧，你講歷史五郎，想揾嚟重溫嘅，但係忘記咗係邊期。咁我終於找到，分別喺2021年同埋2020年都解釋過呢個圖嘅。喺呢度咧，我順便俾大家睇下喎。呢張圖顯示出美股、美匯、黃金版咧，每8年咧為一個週期。喺呢個1995年至2003年，美股同埋美匯咧都上升嘅，黃金版咧就下跌嘅。喺呢個2003年至2011年咧，美股同埋美匯咧就下跌，黃金版咧就上升。再到2011年至2019年咧，美股同埋美匯咧就上升，黃金版咧就下跌。最後即係現在啦，喺呢個1919年、2027年咧，美股同美匯咧會下跌，黃金版咧會上升嘅。呢張圖咧仍然係有效嘅，大家可以慢慢細心研究下。Ron Grayes 合夥人 Matthew 表示，美國已經陷入衰退㗎啦，全球債務嘅危機使得經濟嘅增長喺數學上咧變得不可能。並補充話，貨幣危機已經到嚟啦，失業率、消費者物價指數同埋核心個人消費支出等傳統經濟指標咧，並不能咧説明全部嘅情況，因為經濟咧已經存在潛在嘅疲弱。講我哋咧沒有陷入呢個硬着陸或者走向硬着陸係可笑嘅。喺債務嘅複雜性、貨幣嘅複雜性同埋貴金屬複雜性嘅世界中咧，好難計算出佢哋債務負擔有幾重嘅，係無法實現真正嘅增長，無法真正實現呢個軟着陸嘅。Matthew 列出幾個危險嘅信號，包括直利率曲線倒掛同埋再次倒掛，企業破產咧達到13年嚟最高點，信用卡拖欠率咧創歷史嘅新高，製造業同埋零售業嘅停滯，以及製造業同埋汽車銷售疲弱。聯儲局剛剛繼續降息就表明情況已經惡化，經濟無法應對長期較高利率嘅環境。外國投資者咧，亦都對美元失去呢個信心，導致佢哋出售其持有美國國債，其中包括中國同埋日本。呢種遠離美元嘅運動咧，呢個意味住乜嘢呢？如果啲人咧對美元或者美國國債喜愛減少嘅話咧，需求就會下降，動力咧亦都會下降㗎啦。如果我哋需求減少，然後咧美元就必須貶值，同埋債務咧將會膨脹。Matthew 指出，當你處於咁樣嘅債務水平時咧，你無法提高利率嚟抑制通貨膨脹嘅，最終咧你將不得不在債券市場和貨幣之間做出決定。為咗維持債券嘅市場咧，你必須讓你嘅貨幣咧貶值啦。呢個正係金價上漲嘅原因。隨住各國尋求美元嘅替代品，黃金咧正成為首選嘅購買。我相信咧喺呢個經濟環境下咧，經濟衰退、股災同埋滯脹咧，最有可能咧喺2024年底至2025年上半年咧某一個時間發生嘅。我預計黃金版咧將跟隨股市先下跌，但黃金版下跌咧只係短暫嘅，然後黃金版咧進入大牛市，黃金會升上4000美元，版亦會升上100美元。不過最後都我嗰句，變幻才是永恆，咁大家就要拭目以待啦。最後，如果大家想請我飲咖啡嘅話咧，香港嘅朋友咧可以掃描左邊嘅匯豐銀行 PayMe， 或者掃描右邊嘅支付寶。而海外嘅朋友咧可以透過 buymeacoffee.com 請我飲咖啡嘅。歡迎大家加入我個 Patreon 成為我嘅會員。如果你仲未訂閱嘅話咧，請你訂閱，因為你嘅訂閱咧係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請按下鐘仔給我點讚。歡迎大家留言，每一個留言咧我都會好仔細咁睇嘅。請睇廣告並將呢集咧分享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下次再見，拜拜。